这2天打到了王者，这套狗头滑稽功不可没。8级低血量能锁血的关键在于理解正确。之前你玩不上分，可能是因为陷入了误区。我把我玩这套阵容的几点核心理解梳理一下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第一点核心理解是装备合成的纪律性。这个赛季给的装备资源很少，往往启动的时候只够做一个 C 位和一个坦克位的部分装备，而启动后的几波，你的板鞋和狗头往往只有1星。能不能锁血的关键就是他们有没有各自的核心装备，所以我推荐严格按照这里列出的装备顺序出，哪怕等装备会导致过度一胜一负难锁血，但是这套阵容有能力让你在低容错时稳住并发育，所以值得等待。第一优先级是卡莉斯塔的羊刀破甲弓以及狗头的石像鬼，第2优先级是狗头的其他正统防装，第3优先级才是剑姬的装备，叫它狗头滑稽而不叫滑板剑姬，是因为这是一套前后排阵容，而不是后排拼战士，因此应该将有限的装备资源投资到主 C 主坦身上。第2点核心理解是，前2个强化符文一定要有一个经济强化，因为阵容很贵，且需要提前1个回合抢牌，在多数有同行的对局里需要4-1启动，没有经济会很难玩。这个赛季到后期有法杖提供战力，所以经济是可以转化为战力的，但是战力强化却无法在短期内转换为经济，所以经济强化的战略地位在提升。再者，这套阵容的强度是支持非3战力打到底的，甚至接受最终停留在8级，所以不用担心经济影响上限。核心理解3，法杖理解与经济管理。前期的节奏上，2-1有质量可以拉4，但是如果不是5连胜，在2-5就不要拉5了，且3-1不要提前拉6，防一手金色追求。总结来讲，就是在优先保证利息的情况下上最高的质量。法杖这个分阶段讲，2阶段只拿不花钱的或者有利于经济的法杖，当然低阶祈愿树这种大概率赚的是必拿。3阶段高于2块钱的战力一定不拿，1块的战力也要分情况，除非拿了必胜，且你需要赢下本回合，不然也不拿。4阶段高于3块的战力不拿，因为会影响你上9，且一定不会因为要找法杖而去地牌。高阶祈愿树这种很赚的除外，锻造器、黏腻手指这种本身给的散件就值相应价格的，也不在这一条建议框定的范围内。5阶段在你到达9人口之后，每波留至少10块钱，以便下一次关键对战中你能刷到并买得起较贵的强战力法杖。举一些早期法杖的例子，比较好的像集结，也就是给所有1费卡的，这个有必拿，8块钱买12张1费卡，全卖掉就稳赚4块，相当于摇头子稳定摇到6。再比如金色假人，只要假人不是被秒掉或者没有成伤，那也基本是稳赚不亏的。比较差的法杖，点名批评变出文章，15块钱就算开到顶级的，后续也没钱成型相应的阵容了，更何况它不稳定。再比如召唤假人们，2块钱买2个假人，这就很亏啊。1个假人卖0块钱，为什么2个假人要卖我2块？最后是关于节奏和站位的理解。节奏就是正常上质量加管理经济，1胜1负运营到4阶段有至少40血，有1到2家同行就4-1启动，没有同行就4-2启动，有3家及以上的同行，我的建议是不上8，直接在7级抽金丝猴跑路了。站位方面，阵容里有几个核心的点，你要知道他们是干嘛的。比如主坦狗头是核心承伤位，要去对位敌方输出一侧；再比如副坦尼寇洛，要用于支撑前排另一侧的坦度，这样2侧坦度均匀才不会漏怪，或者导致战士输出位过早成伤。后期的剑姬、卡米尔、卡莉斯塔是3个 C 位，时光是控制位，需要激活对方强势的一侧。最后是关于这套阵容的意图流，如有需要可以前往公众号手刃猫咪查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